Hello Hello， 胖妮儿来喽！继续跟胖妮过情关，订阅胖妮，更新不迷路。《甄嬛传》这部剧给胖妮印象最深的，不是甄嬛带着团队搏杀的场景，不是各种破局的场景，也不是她与四郎霍果郡王柔情缱绻的场景，而是大结局处，甄嬛一个人躺在软榻上，回忆着一生走过的那些路，遇到的那些人，那种繁华犹在，美好落尽的悲凉感，像水一样透过屏幕慢慢涌来，让人窒息。也是看了这个场景之后，胖妮泪流满面，心生感慨。甄嬛的一生，尽管在别人眼中是不断得到、不断攀爬向上的一生，在她自己看来，或许也是不断失去的一生。从入宫到剧中，她先后失去了5位好姐妹，分别是纯儿、刘珠、眉庄、安陵容和浣碧。她们中有人与甄嬛自幼一起长大，有人和她有实打实的血缘关系，也有人在入宫前后相识，却曾经亲密无间。但这些人终究只能陪着她走过漫漫生命长途的一小段而已。甄嬛5次送走好姐妹，5次听闻死讯，悲痛欲绝，表现却各不相同。甄嬛第一次怀孕的时候，纯儿被华妃杀害，当时甄嬛还没完全见识到后宫争斗的残忍，对于纯儿的猝然离世，在悲痛之外，更多的是惊骇。她回忆，明明下午时分，我们还一起放风筝，刚刚她还说要给我的孩子做姨娘，定礼还在呢。紧接着，甄嬛跑出去，想要去见纯儿的遗体，被下人拦住。刘珠去世时，甄嬛第2次怀孕。当她从床榻中起身，像刚入宫时一样问刘珠呢，得到的回答是刘珠已经不在了。甄嬛悲痛到用受伤的手猛捶床榻。她回忆，刘珠自幼同我一起长大，如同自己的亲妹妹。这之后不久，她生下胧月，自请去甘露寺。刘珠的去世标志着甄嬛少女时代的终结，而眉庄的去世是胖妮每看一次都会忍不住落泪的名场面。当时甄嬛从碎玉轩走出来，悲痛到站不稳，在锦汐的搀扶下，她踉跄着向前。关于自己和眉庄昔日相处的场景，如同潮水一般汹涌而至。相比于纯儿和刘珠，眉庄显然在甄嬛心中所占分量更大，留给她的印象也最深。而安陵容去世时，甄嬛表现得要平静得多。在安陵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与甄嬛对坐在延禧宫的宫殿内，安陵容一面吃着苦杏仁，一面坦诚自己这些年的感受和对甄嬛的歉疚。甄嬛虽然表面上对安陵容冷漠相对，但心里也有对她境遇的同情和唏嘘。走出延禧宫的时候，她说了这样一句话，这样的朝霞，恰如我们当年入宫当选那一日，可心境却不复从前了。这一刻，甄嬛应该会想起入宫时安陵容娇羞温婉的模样和自己纯粹率真的个性吧。她对和自己同一日入宫时的安陵容还是有怀念的。紧接着，小太监高喊离妃娘娘没了。甄嬛眉头紧蹙，仰头闭眼，那滴泪到底是没流出来。闻听浣碧死讯的时候，甄嬛刚刚经历了果郡王的死，她的眼泪大颗大颗滚落，之后狠命将手中佛珠扯断，脸上全部都是杀气。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甄嬛没有关于浣碧的一丁点回忆，这是有别于前4次听闻姐妹死讯时的一个特别的点。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纯儿还是刘珠，亦或是眉庄，甚至是安陵容，她们都有值得甄嬛回忆之处，感情越深，回忆越多。而浣碧这个人在甄嬛心中的印象则是很模糊的。她是甄嬛的妹妹，是果郡王的福晋，是皇上间接害死的累累白骨中的一具。因为她具备这么多与甄嬛相关的身份，甄嬛才悲痛，才对皇上生出无限的恨。但浣碧自身却缺少打动甄嬛的力量。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浣碧的一生的确比安陵容更不值得。安陵容虽然出身小门小户，但她有嫡女的身份，就算她和母亲在家中再不得势，借由嫡女的身份，她能够光明正大的去学习母亲的刺绣手艺和父亲的制香技巧。她天生一副好嗓子，每天忙碌之余也能在府中高歌一曲。所以不仅是甄嬛，就连观众想到安陵容，也很容易给她贴上个性化的名片，比如调香大师、投毒高手、刺绣专家、
妙音娘子 2.0 嫡女身份赋予安令荣的另外一样东西是家族责任。尽管很多人吐槽安令荣小家子气，但不得不说，他这一生做的很多决定、判断、出发点都是为了父母，为了家族。就这一点来说，甄嬛和他是相似的。也是基于这一点，当甄嬛最后一次见安令荣之后，对锦汐说，他也实在可怜。此处甄嬛对安令荣的同情，源于同为家中嫡女，对彼此不能自主掌握人生的深切理解。相较而言，浣碧连个独立的形象也没有。无论在皇上眼中、果郡王眼中，还是华妃团队曹琴墨眼中，浣碧只是甄嬛的影子。罪臣之后的命运，使她必须终身生活在阴影中，即便有奴婢这个伪身份遮掩，为了安全起见，甄远道也不敢像果郡王对彩萍那样培养她的特长。甄远道对浣碧的最大期许，就是让她不要太出挑，最好沦为庸常。也只有这样泯于众人，他才能不被发现和挖掘。甄远道这样想这样做，从家族利益上来讲当然没有错，而导致的结果就是浣碧不仅诗书不通，连才艺也没有一点。入宫之后，浣碧也想过成皇上的宠，与安令荣用歌声吸引皇上不同，她能拿得出手的就是眉眼和长姐相似。后来能够嫁给果郡王，同样是凭借这一点。在为人处事的格局上，浣碧也要更小。与甄嬛、眉庄甚至安令荣这种从小被以主子身份培养起来的闺秀不同，浣碧是以奴婢身份长大的。在她成长的过程中，她不用学习如何管家，如何读书明理，如何为家族争得荣耀。她所学习到的只是茶怎样泡才好喝，被子怎样叠才整齐，如何看脸色，以及在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儿的基础上，如何讨巧才能让主子夸一句贴心。如果说甄嬛对安令荣的感情是在同情中掺杂着刻骨的恨，对浣碧，甄嬛则在轻视中融合着无奈。她从来没有把浣碧当成是与自己能够一较高下的对手。浣碧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与曹琴墨联手而不下的局，被甄嬛轻而易举就攻破，并顺带堵住了浣碧的退路。在姐妹间情分上，浣碧是不值得的。她不值得甄嬛像对眉庄一样掏心掏肺，甚至也不值得甄嬛像对付安令荣一样费尽心思去攻克她的心理防线，进而羞辱她。甄嬛只需要在平日里时不时敲敲打打，浣碧就能被精准拿捏。在爱情上，浣碧更不值得。甄嬛从未放在眼里的孟静娴，浣碧是弱猛虎。连果郡王身边的小丫头彩萍都比浣碧有才艺，致使她不得不大费周章把彩萍送到宫里。这种在不爱自己的人身边噤若寒蝉的日子，想想就让人窒息。《甄嬛传》播出之后，针对浣碧和安令荣谁更令人讨厌这个问题，很多小主把票投给了浣碧。胖妮想，可能是因为在现代社会，大家都接受了一定程度的教育的情况下，我们更容易保持体面，而不像浣碧那样将自私与粗鄙暴露的那么明显吧。而安令荣的自卑和对自身命运的无力感，却能戳中很多人的内心，让我们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有些事自己能做到，别人做不到，我们就会对那个别人生出鄙夷和厌恶。有些事自己做不到，别人也做不到，我们总会因为同病相怜而变得宽容，这就是人性。剧中甄嬛无法脱离人性的驱动，剧外我们同样如此。若有人问我是否理解浣碧，胖妮自觉能够理解。若那人再问我是否讨厌浣碧，我也会如实回答一句：讨厌。这自相矛盾的人性啊。好了，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喜欢胖妮，辛苦给影片点赞，订阅胖妮，下期更精彩。